大家好，我是不二酱，今天来说说我心目中的三国历史武力排名前18。先说3点，第一，排名主要依据实际表现；其次是评价；第二，我会尽量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第三，纯粹个人观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哦。好，正式开始吧。第10，凌统。这哥们虽然名气不够大，但表现实在炸裂，打仗时经常冲锋陷阵，这就不细说了。他最高光的时刻在合肥之战时，张辽对孙权发动的突袭有2次，第一次是带800人突袭孙权的中军，这时候张辽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第二次则是带着几千人突袭孙权断后的几千人，这时候孙权不但兵力劣势，还毫无防备。在这种情况下，凌统硬是带着300勇士护着孙权杀出了重围。孙权跳桥逃跑后，凌统一翻身继续死战，一直杀到300勇士全部战死，他本人也身受重伤。凌统认为孙权已经逃脱，这才选择了撤退。在战斗中，凌统亲手杀了几十个人，你看看这武力表现够不够炸裂？要说凌统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评价不够多，不够亮，但凭着炸裂般的实际表现，我觉得足够排第10了。第9，丁奉。在我看来，这哥们的武力应该是东吴第一了。由于是草根出身，丁奉少年时只是个低级小将，在这种情况下，丁奉居然总能勇冠三军，还经常斩将夺旗，就这么靠着逆天的勇猛，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了上去。东兴之战期间，丁奉上演了雪中奋短兵的经典一幕，和魏军追兵交战时，丁奉跨马杀入阵中，取得了斩首数百的恐怖战绩。虽然说我们无法确定斩首数百是丁奉的个人战绩还是吴军的集体战绩，但可以肯定丁奉是冲在最前的。总的来说，作为草根的丁奉，其地位是一刀刀拼出来的，没有一滴水分。唯一不足的地方，也就是评价不够多，不够亮，但凭着实际表现，我认为足够排第9。第8，庞德。首先，这哥们得到的评价就很有含金量，勇冠马腾军。马腾军那可是常年征战的虎囊之师啊，等于说庞德是虎囊中的虎囊。再看实际表现，在战斗中，庞德经常冲锋陷阵，连袁尚军的主将郭元都被他阵斩了。更离谱的是，庞德斩了郭延后，并不知道这是郭延，也就是说，庞德在没有刻意锁定目标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就砍了敌人的老大。你仔细品品吧。襄樊之战时，庞德曾经一箭射中关羽的额头，关羽军的士兵将庞德称为白马将军，非常忌惮他。对，历史上被称为白马将军的是庞德，不是公孙瓒。公孙瓒的称号是白马长史。于禁投降后，庞德依然箭无虚发，奋力死战，表现极为勇猛，最终不屈被杀。总的来说，庞德不论实际表现还是评价都堪称完美，他排第8只是因为前边还有更牛逼的。第7，张飞。张飞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来自陈玉、郭嘉、周瑜等人诸如万人敌、勇冠三军、雄虎之将之类的超高评价。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羽和张飞更是成了勇猛的代名词。夸一个人勇猛，一般就会把他比作关羽、张飞。然而，与所获评价超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飞在武力方面的实际表现只有一处记载，就是说长坂坡之战时，张飞带着20多个骑兵抵挡曹军精锐虎豹骑，他据水断桥让敌人上来对 A， 结果敌人不敢上。一些人认为据水断桥指的是张飞把桥拆了，我当然是不认可这种说法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段要表达的是张飞把桥拆了，敌人才过不来，那《三国志》根本就不会把这作为张飞的英雄事迹，也不会有敌人不敢上这样的记载。我认为这里的断应该是阻断的意思，就是说张飞带人站在桥上阻断了交通，让敌人上来对 A， 敌人不敢上，我觉得这才符合敌人不敢上的描述，大家说是不是？
总的来说呢，张飞获得的评价虽然超高，但实际表现方面的历史记载确实太少，还存在争议。由于我的排名更看重实际表现，所以就把张飞排第7啦。当然啦，这纯粹是个人看法，欢迎讨论。第6，吕布。演义里吕布是公认的第一武力，历史上吕布也是很猛的。评价方面，他在当时被称为飞将，还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说法。后世对吕布的勇猛也有较高评价。再看实际表现，吕布曾经和郭汜单挑，轻松将其击败。袁绍曾经命令部下追击吕布，然而袁绍部下都害怕吕布，没一个人敢真的追。著名的辕门射戟也是历史真事。除此之外，吕布还有一个逆天级别的武力表现，突击黑山军。当时吕布答应袁绍帮他对付张燕的黑山军。开战后，正当袁军和黑山军杀得昏天黑地之时，吕布突然带着几十个骑兵发动冲锋，硬生生把黑山军打了个对穿。接下来的10多天，吕布每天都会发动3到4次这样的冲锋，最终在袁绍的正面硬刚和吕布的骑兵冲锋配合之下，黑山军死伤惨重，被迫撤退。关于黑山军的人数有1万和数万2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逆天的表现。说到这，估计有人会问了，吕布都这么猛了，怎么才第6啊？因为前边的人更猛啊。当了这么久的嘴枪王者，评判了这么久的历史猛人武力，要是能在游戏中也能当个靠嘴的嘴枪王者就好了。好消息是，现在咱们真的能当一个不动手就可以操作的嘴枪王者了。啥？你问我怎么不动手就能操作？当然是我手里有超级黑科技 OIVO 游戏语音麦克风。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只要设置好映射，你说啥屏幕里的人就干啥，让你体验一波言出法随的究极快感。各种单机和网游都可以编码，台式和笔记本都能用哦。就像我现在开的超级玛丽，只要我说飞，小水管工就高高跃起；只要我说走，它就一往无前。飞，飞，走，走。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可惜啊，这个东西也是有鸡肋的，它呢会有一定的延迟哦。网速快的情况下会有个1秒左右的延迟，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专业的游戏辅助器或者外挂来使用，它呢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科技，我们可以拿它来玩一玩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要给它拿来开挂那是不可以的哦，彻底解放双手也是有一定困难的。第5，曹仁。演义里曹仁的武力只能说是比较强，但历史上这哥们可就太强了。评价方面，陈角说他是天人，傅玄认为他比张辽更勇猛，实际表现则集中体现于南郡之战。此战中，曹仁派牛金带300人迎战周瑜派出的数千前锋，结果牛金被围，曹仁于是率领几十个骑兵出城冲入敌阵，硬是把牛金等人救了出来。救出牛金后，曹仁回头一看，发现还有人被困，于是干脆又搞了一波突击，把剩下的人也救了出来。救援过程中，曹仁还亲手砍杀了几个敌军。怎么样，这表现够猛吧？我之所以把曹仁排在吕布之前，是因为吕布虽然也是带着几十个骑兵突击，但别忘了吕布突击黑山军时，袁绍正在和黑山军正面交战，吕布并非孤军奋战啊。可曹仁就不同了，他是真真正正的只带了几十个骑兵突击几千人啊！你想想这是个什么场面？难怪陈角会对曹仁佩服的五体投地，大呼他是天人。因此我把曹仁排在第5，位于吕布之前。第4，文鸯。演义里文鸯是公认的后期第1猛将，历史上的文鸯其实更猛。18岁时，文鸯就得到了勇冠3军的评价，后世对文鸯武力的评价也很高。再看实际表现，对战司马师时，文鸯率领10多个骑兵突击敌人大军，所向披靡。
资治通鉴》更是来了一段让人目瞪口呆的记载，司马师派出8000骁将追杀文鸯，结果文鸯一翻身，单枪匹马杀入数千骑兵之中，杀伤100多人后突围而出。接下来文鸯又接连发动了6到7次这样的冲锋，一直杀到敌军彻底丧胆，不敢再追。以上记载只见于《资治通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段记载。我觉得吧，如果这段记载是真的，那文鸯压根就不该出现在这个排名里，他应该代表地球人去参加太阳系武力排名。反正吧，如果这段记载是假的或者存在夸大，那我把文鸯排到第4。如果这段记载是真的，那我真的没法排了。第3，典韦。典韦的战斗力有多恐怖，不用多说吧。这哥们儿力大无穷，作战时经常最先攻入敌阵。一次，曹操和吕布作战时形势危急，典韦拿着10多只手戟大呼而起，戟无虚发，应声而倒，打得敌人连连后退。鄢城之战时，为了帮曹操挡住追兵，典韦带着10多个人奋力死战。期间，典韦用长戟左右攻击，一戟下来竟然能打断敌人10多只长矛。就这样一直杀到身边的人死伤略尽，本人也身受重伤。身负重伤的典韦依然顽强的孤军奋战，甚至用双臂夹死了2个人，吓得敌军不敢上前。随后典韦拼上了最后一口气，又上前杀了几个敌人后，这才气绝身亡。可以说典韦的武力足以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震撼。我之所以把典韦排在曹仁、文鸯之前，是因为虽然他们都是带着少数人恶战敌方大军，却有着关键性的不同。曹仁和文鸯都是骑着马，带着骑兵，他们的目的也都是救人或者挫敌锐气，只要目的达到了就能撤了。可典韦不同，他本人以及他带的人全都是步兵，而且他的目标是帮曹操挡住追兵，所以他要坚持到最后一刻，有死无生。在如此恶劣与绝望的情况下，典韦依然打出了气壮山河邦的战斗，真的让人佩服，所以我把他排在第3。第2，张辽。虽然我把张辽排第2，但还是要先说清楚个事情。很多人把亲自斩杀乌桓单于蹋顿当作张辽武力强大的证据之一，个人对此并不赞同。事实上，《曹纯传》里写得很清楚，蹋顿是被虎豹骑活捉的。至于张辽传里记载的斩单于蹋顿，指的是曹军的集体战果，不是张辽靠个人武力做到的。类似的情况在许褚传里也出现过。许褚传说许褚先登斩首万骑，你不会以为这里的斩首万骑是许褚靠个人武力做到的吧？可能吗？如果蹋顿真是被张辽亲自斩杀的，那史书一般会用亲斩之类的描述，或者具体描述斩杀过程。当然，张辽作为击败蹋顿时的先锋，肯定是立下了很大功劳的。我反对的只是张辽亲自斩杀蹋顿这个说法。八将觉得张辽的武力还是集中体现于合肥之战。此战中，张辽率领800步兵向孙权将近2万人的中军发动了冲锋。对，史料写得很清楚，张辽带的不是骑兵，是步兵。在战斗中，张辽亲自斩杀数十人，砍了2个将军，一口气冲入营垒，直逼孙权。孙权军诸将慌忙上前迎战，结果陈武当场战死，宋谦和徐盛战败逃走。随后，孙权下令全军包围张辽，张辽率军急战，很快就撕开了一道口子，带着几十个人杀出重围。人被包围的士兵大叫道：“将军，您不管我们了吗？”张辽于是又率领数十人杀入重围，救出剩余士兵。孙权军诸将无人能挡，整场作战中，从早晨持续到中午，孙权军的士气遭到了沉重打击。纵观整个战斗过程，张辽所展现出的武力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史书白纸黑字的这么写着，我是真不敢相信人类的战斗力竟然可以强到这种地步。
和曹仁那次冲阵相比，张辽带的800人确实比曹仁带的几十人多，但张辽所面对的敌军远比曹仁面对的敌军多，其中还有多位名将。再来，曹仁带的是骑兵，张辽带的可是步兵啊！而且张辽最终取得的战果也比曹仁那次大很多。总的来说，张辽这次冲阵表现出的勇猛是要高于曹仁那次的。至于傅玄为啥认为曹仁比张辽更猛，毕竟曹仁是曹操的亲戚，张辽只是个打工人，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影响吧。除了实际表现非常逆天外，张辽获得的评价也非常高。五代十国时期的猛将李存孝就曾经被比作张辽，所以呢，综合考虑，我给张辽排第2。第一，关羽。关羽排第1，大家有异议吗？评价方面，关羽那可是太高了。当时的人，比如陈玉、郭嘉、周瑜等人，就给关羽诸如万人敌、勇冠三军、雄虎之将之类的超高评价。到了后世，关羽更是基本被公认为三国第一勇猛、第一武力。这些实际表现，在白马之战中征战颜良的惊天一笔足矣。近些年，一些人为了贬低关羽，喜欢用白马之战是荀攸谋划的，张辽和徐晃也参与了白马之战之类的说法来贬低关羽征战颜良的表现。对此我感到很无语。没错，白马之战确实是荀攸谋划的，张辽和徐晃也确实参与了白马之战。问题是，这和关羽的表现有矛盾之处吗？白马之战的具体过程是，荀攸建议曹操声东击西，假装要攻打袁绍后方，迫使袁绍分走白马的部分士兵，然后再亲兵奔袭白马。曹操依计而行，袁绍果然中计，从白马调走了部分军队。随后曹操率领亲兵赶到白马，派张辽、关羽、徐晃一起率军冲击颜良军。一番冲杀后，颜良的指挥系统暴露，关羽当即单骑冲入大军之中，将颜良斩杀，策马而还。袁绍军诸将无人能挡。也就是说，荀攸出谋有功，张辽、徐晃也有功，但这丝毫不影响关羽在征战颜良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惊天武力啊！只能说现在的二极管实在太多，非要拿一个事实去否定另一个事实，这两个事实可以同时成立这种简单的道理，他们是不会懂的。除了征战颜良外，著名的刮骨疗毒也是历史真事，而且给关羽做手术并不是神医华佗，这件事体现了关羽拥有极强的意志力和身体素质，也算是关羽武力的一个证明吧。总之呢，把关羽排第1，我认为是实至名归的，大家觉得呢？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入选人物或者名次有异议，欢迎发在评论区讨论。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就给个关注和3连支持一下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